比较哦，对好哦，下一件可能多讲一会儿。好，太好了，咱们俩喝点水。啊，这个器型不一样。对，也是选了各种器型、各种纹饰、各种装饰手法，也是稍微挑了一挑的。那么这一件其实我还是做了一点功课的。啊，来讲讲。这一件呢是净水碗，我们就是统称为净水碗，但是其实它叫海灯，其实叫海灯，也是就是佛前10大供器其中一件，也是第一件，就是它是先盛净水，然后在佛前供着的。但是我们这一件呢是比较特殊，特殊在哪儿？它是连体的。其实原本就是这种净水碗呢，从崇祯发源一直到康熙都有，但是基本上都是分体上面一个碗，下面一个座。啊，然后它是一个喇叭型的，就是喇叭型的一个底座。对。然后我们这一件呢，就是画片呢比较特殊，刚开始也是没有考证出来，后来就是查了一下，叫老起玉佛，就是画一个老人，然后背着一个特别大的斗笠，然后他遇到了这个佛，然后这个故事来源呢，对，它是一个点化的一个事迹对，所以说这一件还是蛮特别的。这一件还是非常有崇祯的用笔的特色和这种青花的，就崇祯很多青花它烧的稍微不好一点就发灰，对，像刚才那件就恰恰好，但是差一点点它就可但这个就很明显它的特征，对。它这个斗笠其实还画的蛮细的，就是像对这个像忍者神龟呢，我觉得这个画的还是很细的，对，很细的。我以为他拿了一个那个奖呢，不是奖，它可能应该是一个可能是个拐杖，对，可能是一个杖。但是您说这种青花的这种发挥，会不会就是像刚才我们说，比如说上等、中等，然后分的又再细一点的这种，也有关系。对，因为你说实话，像这种你从这个画工来看，还是没有那一件细，没有那一件细。所以呢，它就是说我们讲一件东西的等级的高低，它是方方面面的综合的。你不会用一个特别，你像现在画家，你买个特别好的纸，然后去练字儿，不能。对，没有切过来。所以说这个开釉彩、青料、画工，它方方面面都会达到一个平均的状态。就是说，就像比如说《天工开物》里边说的，他们把这个料或者青花什么放在水里，上边一层是最好的，然后中间底下按比例调，然后呢再把最好的再到里边，然后怎样分最好的，然后这样的。对，所以这一件如果非要说呢，它可能就达不到上品细料器。对，它是中品中料器，是吧？算是，但是它的整个纹饰还是意境非常好，纹饰，而且它其实。重点还是它的器型，它而且是连体。其实是这样的，就一件东西它方方面面的特点，其实我们很简单嘛，我们打分嘛，比如器型、纹饰、画工、质量，你都打分。你如果每个都5星，那得多少钱？对呀，那就是可遇不可求。可遇不可求。那这件东西特色就是它的器型和纹饰都，我觉得。那您说这件会是定烧的吗？非常有可能，对吧？佛供器的定烧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带这种年号款的、带纪年款的器物，主要就2类，一类就是文人使用的，比如定制笔筒，哪里定的，送给谁的；另一类就是这种供佛的，供器，谁烧一对花瓶，对，供在哪里？对，这2类是我们看到这款最多的情况。对。当然后来会出现一些闲款，就写2句诗啊什么的。但是最开始的款它其实有实用性。对，所以这种佛器，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有可能是定烧的。对，因为希老师说到这一点，我其实有印象，在沈阳故宫其实有一件这样的净水碗，但是他们座子没有了啊。画片比较普通，是那种海水龙的，它是什么弟子，然后供烧的，然后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顺治的一个纪年款，顺治多少年，佛弟子谁什么花瓶一对供于佛前，祝全家什么。对，所以就像会背了，所以就像西老师说的，可能一开始款式的出现就是有一定目的性的。其实任何东西一开始出现都有功能性，对吧？对，后来才会转向艺术化。对，你像书法一开始不也是写信嘛？抄个字儿，什么写个奏折，写个文书，慢慢的成了书法了。还是要看消费者的意志了，一切都是消费者的意志。就是
最开始是这个实用器，然后是富人用的精美的实用器，然后就不要用了，就变成了艺术品，然后就是观赏器，然后所以我们现在讲没有用的东西西是最好的，没有用的东西，对吧？确实是在瓷器里不是拿来用的嘛。但这种也不一般，这个不是一般人用的，这是佛用的。佛用的呀，对。这件也不错，对，它有一定的用途。好。那要不咱考虑时间，咱再换一个主题，换一个主题，下一个主题是什么？高适的还没有了，下一个主题是什么？下一个主题，下一个主题是什么？下一个主题是您说什么就是仕女了。仕女，那仕女太好了，聊仕女。您继续聊仕女，仕女聊仕女，仕女聊仕女。先来个概述。对，仕女，其实仕女这个概念吧，我一直其实大家。看这么多瓷器的纹样啊，男生比女生要多。女生出门少。女生出门少，而且就是说，甭管是官窑上可能体现的更加明显，就是仕女，女性题材会很少一点，大部分全都是以男性题材为主的，这可能跟封建社会也有关系。然后呢，我们现在能想到的最著名的仕女题材还就是宣德。宣德的那个盘子，对，盘子或者大骰子碗，对，就是算什么西爱居弄图嘛，对吧？就是这个是最有特色，也是最有名的。然后之后，我觉得所有的仕女图其实都按照这个档次，包括这个形式和这个纹样去下来的，包括从版画上，还有整个的画意上，就是画上吧，算是也是这样下来的。没错。然后包括整个仕女的开脸儿，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明代、清代的仕女，她的头饰、服装还是以唐代为主。对，还是主要是以唐代为主。等于她画的那个取材的风格，都是以唐代为主的。那么我们这一件，但这件特殊啊，这件特殊，对，这件满大人特殊，这是满大人。为什么叫满大人呢？其实还是就是西方对于当时的一个崇华的一个心态吧。对，他因为他是满族嘛，满族，对，他不是清朝的官员，他是满族嘛。对，然后当时的就是这种欧洲人啊或者西方人啊，就是把这个形象的这种人物就称为满大人。你看这个就很明显，他就是清代的马蹄袖了嘛。那这种他穿的就是唐装。对，他穿唐装，但他可能是在演戏，你看，对吧？他可能是在演戏的一个状态。这个好像王昭君。对他，比如可能在演一个昭君出塞。对，昭君出塞，而且这种仕女抱琵琶，在整个封建社会的纹饰里边也是很典型的这种。包括他插这个野鸡毛，对，都是一种戏剧的一个效果。对。其实我们17世纪的跨度很大，有些网友不曾理解。对，刚好这个是卡在我们这本书里面年代最晚、比较晚的了，17世纪晚期的一件。对，已经靠雍正了。对，可能就已经入雍正了。对，入雍正了。因为这个棒槌品，它本来就是康熙晚期以后出现的新的造型。对，这件还不是那种像这种叫软棒槌，还有那种折的硬棒槌，叫硬棒槌。对。但这种我当时排过序，就是从康熙50几年到雍正7年8年都有带纪年款的，都有带纪年款。其实有的不看款分不太出来。粉彩有带纪年款？粉彩很少，有，对，很少。但是您看它其实这上边玻璃白的运用还是挺，对，算是吧。对，它这个其实彩已经非常成熟了嘛，它到这个时候，到了雍正这个时候，粉彩其实已经很成熟了。所以你看它的色阶都非常丰富，然后渲染的部分，你看渲染的部分也很好。咱还是给观众看啊，它这个胭脂红这些，你看它因为有颜色的变化嘛，它就都需要渲染。它会有需要深浅的一个转折和一个去过渡的一个感觉。但是这个为什么它还在过渡期呢？它总体来讲渲染不是很明显，渲染的技法不是特别成熟，所以它基本上也就卡在。就是刚到雍正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你看看它的底什么样，还是比较雍正的这个。到慢慢的，你看它像比如说这个仕女的头冠上的这个胭脂红，它其实还是用平涂的方法点了一下，对，它没有渲染。如果说，比如说画花卉的时候，它更多的会把它渲染开来，就会更细、更对，薄一点。这种云，你看它就是。
只是颜色的变化，它没有渲染，它有没有渲染？对，所以这一支瓶其实它用的渲染非常少。这个也是断定它可能是一个就是冯才初期作品的一个作品风格。对对对，所以这件也非常特殊，很典型。软彩，这是软彩，但是它用的是硬彩的画法。对，因为你像包括一些平涂的这种，对，比如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松石绿，松石绿是典型的粉彩里面才有的颜色，对，它在五彩里面没有，因为这个松石绿是从珐琅彩里面过来的，包括胭脂红，所以它包括这个青黄，算是青黄，它大量的使用了粉彩的西洋彩的一种调制的方式，所以这个肯定是软彩，但是它的画法还没有过渡到没有把这个软彩的渲染的特点。对，就是说，如果这种五彩云纹要是渲染的，就是之后它会渲染的特别的薄，它特别的薄，就是我们能看到，比如说雍正官窑的那种。云浮，没错，对，包括斗彩上面那些，它会渲染的很薄很薄。对，这还是用五彩的一种方式去画。对，所以其实它给人的感觉还是挺硬的，很硬，还是很硬，但是它是软彩，还是很硬的，对，很硬了。这件瓶不错的，挺好的，对，蛮特殊的。说，好，换一件，你还要讲什么？换一件。下一件就比较侍女只有一件吗？侍女只有一件吗？侍女还有一只盘子，就是，还有一只盘子，有个五彩吧？对，一只五彩的盘子。哦，这件，这个这算英系了。给婷婷先看看，教子图。教子图，对。这种也还是从明代的这种仕女延续下来的这种仕女图，包括你看它的高髻，然后呢，它的整个开脸还是有点版画上面人物的这种感觉，对，非常非常明显。包括小孩画的也都是版画上面的一些。其实您看这一块这个石头的画法，这块石头的画法跟刚才那个石头的画法非常像，它是用不同的颜色画表现前后的这种石头的这种脉络关系嘛，但它这个用的就是只用了五彩里面的这种还是平涂给它涂开的，这个年代其实跟那个差的不远，这种也是康熙晚期，跟那个差不了这十几年，差不了太多，对。然后其实你看它整个栅栏，包括整个家具，还是很偏明代版画里边的那种画法，对。然后它整个布局也像，就是我们可以从明代版画里边看到木刻版画啊，或者是一些当时画家流行的画里边，其实都是这种布局风格的。对。然后它会有一定的留白，然后呢，整个其实这个仕女在五彩里边，这个仕女人物算很大的。对，算很大的。其实有的它会比较小，它留白会更多一点。对，其实，在版画里边体现的就特别明显。这个，因为咱画在纸上是方的嘛，对，它有边角，然后画在这个圆的上呢，它改成一个四合纹样，刚好边角都没有了。其实正常它的树还要往上的。对。这边栏杆一扩展，它就空了。但是它刚好就。其实它整个布局还是很合理的。对。给藏友们看一下，给藏友们看一下。其实而且它还有点金，桌上的器物非常好，我特别喜欢看到桌上的器物，因为我们就做器物研究嘛。你看它这个是紫砂壶，你还是玩紫砂壶？这紫砂杯子，然后是水玉果盘、高足盘。哎，这个盒子我们觉得，这盒子是干啥的？这会有没有可能是铜的？材质说实话不一定，这个就比如说杯子可能是铜的，这杯子有可能是铜的，或者是金的都有可能。对，然后这个罐子就哎，那罐子是干啥的？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而且你看它这个瓶子画的也是，对，还出几。对，它还有那个骨钉，对，它会有这种东西。就想，哎，老想这是个什么瓶子？下面还是个绿的，上面还是个黄的。但其实他画的时候，他也是抽象画。对，而且他可能也是按照一个画片啊或者版画里边画，它这就还是有一定的艺术创作的。对。那像徐老师这种花压款，就是青花的花压款、双圈款，或者没有双圈单圈款啊，这种有没有什么值得讨论？好像其实没有
没有特殊的意义，没有特殊的意义。对，可能就是装饰性为主。然后如果画的特殊一点，那可能它会提升东西的价值啊。总归来讲，没有款比有款可能会大家觉得好一点。对，然后这个有没有可能也是工匠的一个标志呢？它其实如果工匠的标志，它不用这么复杂，对，它不用有意义，它这个东西还有意义。对，有些是什么方胜款啊，这种，要么就是那种花款或者兔子款啊这种。但你说这是个啥？海螺，像是个螺，我都看出毕加索了。哎呀，我第一感觉像个海螺。对，有点像海螺。有可能是。它还是一个装饰。还是装饰，还是个装饰。其实这里面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这种蓝彩，的使用，这个是康熙时代非常有特色的嘛，就是它是康熙中期以后才出现的釉上蓝彩。釉上蓝彩，而且它代替青花的嘛。而且就是我之前听到一个观念，就是在同时代的欧洲，然后如果用蓝彩画的话，证明这幅画的等级很高，因为当时就是把蓝彩提供的这个料。很难得，青金石嘛，对吧？很昂贵，所以呢，就是画一些宗教上的画，用蓝彩会很贵，会很值钱。有这个说法。现在有一个新的研究表明，就是说，就不是说有唐青花嘛？那个青花就是可能当时，比如说是伊斯兰的那些蓝色的建筑原料，把它，因为它是这样的，这种蓝彩。就是要烧出这种蓝色，它是钴发色嘛。钴要烧出这种颜色，它要1300度。所以你不可能是把生的钴料画在上面烧出来的。对。你先需要把它提炼成，就是把它转化成熟料，给它画上去才可以。这个其实在史料里讲得很清楚，它会先放在匣钵里面烧这个东西，把青料烧熟，然后再碾碎淘洗，最后就成了这个蓝色的颜料。对，所以这个唐青花，因为它也是低温的嘛，所以它很可能也是这样的东西。有可能。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这个啊，它怎么会有呢？很可能就是一些那种宗教的建筑材料，比如说它剥落下来的这种，就是珐琅或者说是琉璃。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或者是随着建筑材料的运输到中国，然后呢，我们看看就是当时的匠人看有没有可能把这些颜料用在其他的一些装饰上边。对，现在猜测可能最开始还是这些伊斯兰的用户在使用，因为中国传统汉族不大喜欢用蓝色的东西，对，所以最开始可能是，比如一些那种纯蓝的啊，比如一直有那种。孔雀蓝的东西，好像不符合我们的使用习惯，它可能有特殊的群体，但这个现在还说的不太清楚这个事情。包括您看唐三彩上边说，如果要是唐三彩用蓝加蓝，就是很高级的，因为它原料就贵。对，所以就是在会不会有可能在康熙五彩上面，它的料？如果按照等级来说，蓝料也算是比较难的呢。实际上是价格肯定不一样的。我们看清宫档案，比如说，青花五彩的东西，它的或者是青花粉彩，有青花有这种有釉上彩的，它的青花的价格，青花料的价格可能是别的料的5倍以上。所以它这个原料贵。那么如果你定制的东西不是很讲究，你就不用这个颜色。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一件东西上边它会用蓝彩去加饰一些纹饰的话，那也就是算当时的等级，或者说使用者的一个级别，也是不是寻常老百姓能驾驭得了。因为它成本高嘛。简单用一个字来讲就是贵。这是富人玩的。对。那咱们富人家用的。切下一个话题。刀马人物，哎呀，这个话题好玩了。对，因为我们接下来这一件呢，也算是很重要的一件，因为它是带有纪念款的。那还是请婷婷先讲讲这个刀马人物。其实对整个情况。其实刀马人物的话呢，就是面上的这个意思，刀马人，对。然后其实我们现在能有印象的最著名的一件刀马人物呢，其实就是鬼谷子下山那个罐儿，对，那个罐儿。然后引申下来的，比如说像是在大阪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大阪的那个。对，你让我找资料。对，我让你找资料的那个瓶子。看一下啊。大阪的那个是什么来着？不是松冈的一个周亚夫，然后呢还有南京的一个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些都算是，这些都算是刀马人
人的一个鼻祖了。对。然后呢，但是奚老师，我想问你一下，就是刀马人在元代元青花，当时算是流行了一段时间。对吧？对。然后呢，整个明代其实几乎没有，然后一直到明晚期，然后通过版画的流行，然后再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所以你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对，这个会不会说民谣其实是有的？它是跟用户的消费群体有关系，还是跟消费者有关？其实戏曲这个东西肯定民间是一直有的，所以呢，可能最开始国内市场不一定很需要这种形式的装饰，但是从晚明以后，因为有很多东西输往欧洲市场嘛，欧洲市场它需要了解你中国的情况，那这种它显然比画个人更有意思啊，它就是把我们的戏曲就搬上去，他们就通过这些戏曲来了解，然后呢，一画以后呢，就国内国外就都流行起来了，比如说这种花菇。也有一个说法说它是也是针对很多外销市场，但这一件就很清楚，它明显是内销的制品，对吧？对。有康熙55年专门用在这个保生大帝座前大瓶一对的，对，它就是把它当花瓶来放在也是算是供的吧，也是供器，对。弟子无金鞍山嘛，金鞍山，对，也是算是一个供器，对，它是，所以就是供器插花器。也就是说，其实这种器型，老外会比较喜欢。就是说，一个东西的最初的出现，我们刚才讲，一定有它的功能性，但是出现以后呢，它就有市场的选择性。对，所以大家觉得，用这个也挺好看的，就选择了这个产品，选择了把这个也做在。其实这种花菇放在佛前供，一直可以到。清代之后都是有的，对吧？有，这种花菇供在唐英的那大花菇，都是可以供在佛前。而且武供嘛，武供后来成套的武供有2个就是花菇嘛，对。但是以前最开始武供其实它是2个花瓶，都是花瓶，它不一定是撇口的，它有可能是直口。比如说什么日本的什么五具足，它就是从中国传输过去的，对。但有一个说法是，这个武供成套要到明代中期以后。明代中期就才会一个香炉，2个烛台，2个花瓶这种配合，是的，不是很早，说是。对，然后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纹饰，因为我们这一件的纹饰呢，就是还是以它的那个纪念款为主，就是康熙55年嘛，对，它有个明确的纪念款。完了，还是以戏曲人物为主，这个应该是《霸王别姬》啊，《霸王别姬》的一个故事，石内西追不是嘛？玉溪霸王别姬，对，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戏剧人物故事，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电影题材。其实它这个最卖点还是这个款儿，对，会非常加分，非常加分，真的是非常加分。其实它青花还是闷了一点，但是它这个整个画意来说，然后整个，尤其它的云这个云太有特点了，对，太有特点了。保生大帝，它这个就是也是括号云，但是已经往康熙这边去，然后画的有点乱了，对。然后其实这个战马的画法还是很靠近版画的这种原生素材的，对。然后这个保生大帝，对这个马的这个画法还是很特点。当时供的一个佛嘛，供的一个应该是道教的，对，一个道教的，对，因为明代有很多新风的这种道教的，其实主要都是道教为主。对，新风的一些小的这种小的这种神仙，而且好像比如说还是这种神仙好像还是按照地域走的，比如说这一个地方我就信一个这个神仙，对，在当地特别灵的，然后呢只有这个当地有这个神仙，然后这个神仙还是很小众的，对，就是有些这个东西甚至能查到当时这个庙在哪里。能查到，有的能查到，对，需要花时间去查。因为它这个有的，你看它，比如说这是什么石龟还是什么石棉的，草堂，对吧？这一个地，它有一个地方的名字石龟山，有一个地名，有人物，还能找到。晋江的就是福建，对，福建那块，对。龙湖镇石龟村，龙湖镇厉害。那能找到这个地方，那的话，那就看福建，那福建的买家，艾特一下福建的老板，对，艾特一下福建的买家，对，福建的买家，
当马人这是第一件，这是第一件，然后下一件也是，就是谢老师选的这一件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对，这一件是这个吗？不管从装饰还是题材都非常精彩，好玩。然后这个是子豪他参与了这个品种的发现，真的是，所以一定要让子豪来讲讲。对，这个你是怎么发现的这个故事题材？这一件其实是比较坎坷的一件，就是整本书的所有故事都写完了，就差这一件并不知道是什么题材。然后同时也查到很多版画，然后也不是完全符合。然后最巧的是我们4人出行，其实去出了个差。然后其中一农就是不到10分钟就发现了这个故事其实是夜半渔城，还是一个核心是发了2个红包就解决。对，对，夜半渔城的故事。这个夜半渔城主要讲的是什么？就是弟子释迦牟尼当时还不是神仙，给大家看看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是非常精彩的。对，它是辅以青花加彩吧，青花矾红描金，对，青花矾红描金啊，金彩还是脱落的比较多。其实当时这个地方应该全都是金彩，对，全都是金彩，一圈的，对，画的线，对，还是比较特殊的。然后这个故事呢，接着讲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其实就是释迦牟尼当时看到就是对，下面，对，主体文饰，对，然后他看到人民就是活得比较痛苦。想救人民于水火之中，那是外国的人民比较痛苦。对，外国的人民，对。明晚期佛教在我国流行的，他讲的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嘛，对，谢老师说的对。然后他的父亲当时净饭王不同意，不同意呢，就把他压在那个城里面，不让他出去。然后当时4天神就不让他脚落地嘛，然后拖着他的马就出了城，然后就完成了这个释迦牟尼的这个想法。矾红可能也会有剥落，所以说叫夜半渔城。它本来有好几个色阶，对，马它又很渲染。对，它这个矾红都是有色阶的，对，有色阶的。整体的这个花菇的中间啊，其实原先是描了全金啊，全都是金啊，全都是金，但是现在脱落的差不多了。然后包括它的，包括你看山头上也是有金彩的一些痕迹，这些山头上。对，然后它的马啊，包括它的建筑啊，都是有矾红的。其实你看它讲的还是一个佛教故事，对，佛教，也就是说它也是供在佛前的。不一定，有这个可能性，它也可能就是一个题材，也有可能是供在佛前。你看刚才其实那个就很好玩，它供一个霸王别姬，供一个白玉，太不讲究了，供一个霸王别姬。所以其实更在意中国人嘛，就是更在意信神拜神，信佛拜佛，什么时候信什么时候拜，拜了就好使，无所谓上面画的是什么，只要有这个形式就好。对，是的。霸王别姬供在佛前。其实这个更适合供在佛前，对，更适合这个故事题材，也有可能，你看，就是这个夜半渔城的这个故事，应该也是一个连环的一个故事吧？对，应该是对吧？有可能，它一则故事，它可能会有几个画篇，对，有几个画篇，也有可能这个也是一组中的一件，有没有可能性呢？有可能，也有可能，我觉得这个马特别好，这不就是五花马，对吧？五花马，它可不是平涂的，它染了它是有渲染的，各种的，而且它这个马有分深和浅颜色，对，这4天王画的也好啊，是，所以就是如果当时刚烧出来金彩跟矾红保存都很好的话，这个是非常精彩的一个作品，非常。像山头上这种隐隐约约的这个点的这个金点还是很好看的，这个山头上。并且我记得当时就是敦煌莫高窟有相同的画片，相同的莫高窟啊，有相同的画片，所以也是传统佛教故事。厉害了。其实就是说到神仙故事，道教在我国还是很流行的，比佛教要流行。对，但是道教要稍微早一点，原生宗教嘛。原生宗教，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找到画佛教故事，而且这么精彩的佛教故事的还是比较少的。没错，对，这个就真的是各方面都不错，题材和这个装饰风格都非常不错，画的也可以。前提是不考虑它的品相。这个可以忽略，有关系，对，有关系，但跟它的精彩程度没关系。对，跟它的精彩程度没关系。还有吗？还有刀马人的吗？刀马人的好像没了。
刀马人那就下一个神仙故事。那正好我们对，正好我们讲到佛教跟道教了嘛，那我们讲讲神仙故事。好，先把这个说一下。那么我们这一件呢，是一件青花五彩的碧萍，也是现在大热的一个品种啊，就是有这个大象在，但是这一只呢不是传统意义上典型的这个喜象图，不是喜象图，大家是什么？一开始觉得都是有象就是喜象图，但其实并不是啊，这件是顺耕离山，顺耕于骊山的一个故事啊。对，它还是讲究的是一个帝王的故事，而不是喜象图的故事。对，不是喜象图的故事，是帝王的故事。而且我们这一件还是有一个边款，有个树叶形的边款，一个银角章。对，银角章。往上摇一下，往上。对，这个大象确实画得非常好，然后它的颜色非常淡雅。对，你看它这个青花的，你看这个渲染，其实这个还是很高级的。青花渲染的淡彩是高级。对，浓你可以堆，但首先要原料要好，原料不好，就是它要研磨的细。对，就是说你在同样的比如水里面，你要兑更少质量的才能去渲染，对，才能渲染出来。所以说这种要研磨3天，然后本身这料还要很好，它就能画得很淡。而且我们这一件是喜欢这件了是吧？我们这一件其实相当于是歌颂帝王的一个故事。对，还是歌颂帝王，三皇五帝其中的一位嘛。对，歌颂伟大的领袖。对，这个画的还是有点像外国人。就像对，不知道舜是哪里人？这好像不是山西人吗？其实舜有可能是山西人的。这还是挺好玩的。其实就是神仙故事入瓷器还是很早的，就是我们能看到，比如说高适啊，包括一些刀马人物啊，它入瓷器的画片时间都会比较晚。最早的可能，比如说高适的可以往长沙窑会多一点，仕女图可以往长沙窑上。对，包括一些动物纹饰都可以往长沙窑上，然后之后的磁州窑啊，包括景行窑可能都会有。对。但是这种神仙故事，可能三国的时候就已经入的青瓷。对，三国里边就会有一些这种神仙故事出来。然后很早了。对，很早了。然后呢，还是道教的故事会多一点。佛教会少一点。其实佛教我们这次也有几只，比如说。罗汉算是典型的一个，对，比较典型的佛教的故事。然后比如说这种连州仙渡都是非常典型的佛教的故事，但是道教就可能就会比较多，八仙、群仙祝寿、寿星这些，对，都算是对，都算是道教题材的。如果我们按照教派来划分的话，佛教还是会比较少。但是这个算是帝王了，帝王的一个帝王的神仙故事，涉及帝王的神仙故事，舜帝了嘛？对，舜帝，三皇五帝。我们现在看到更多神仙故事还是以八仙为主，然后各种题材的八仙，包括单人也来，就什么铁拐李啊这种单人题材的，或者是什么组合题材，然后大家一块儿去向西王母去献寿，或者是自己。八仙自己去渡个海什么的，这种故事会比较多一点。其实有时候你说题材也很难分，比如说八仙，比如说好像有的也参加了这个封神，然后呢八仙里面还有何仙姑，所以他有时也是刀马人，有时也是刀马人，对。那徐老师，碧萍这一个其实清代才它叫碧。对，碧萍这器型很早，碧萍唐三彩里面就有，唐代就有碧萍。对，其实不光有碧萍，就是它当时是为了使用场景的需要，实际上还是装饰。除了瓶子，还有比如说碧盘、碧碗，还有那种碧板，它就是放在半边上还能用嘛。还是根据消费者观点。碧盘也是挂在墙上，那它形状和盘子有什么区别呢？就半个盘子呀，也是立起来的半个盘子，然后有挂口的。就可能挂在墙上。我老觉得那是放肥皂的。也有可能放花椒大料。对。
放点辣椒。这个就是，你看，比如家具里还有半桌，对吧？半桌嘛，半个桌子靠在边上嘛，它其实当时是很普遍的一种设计。只是乾隆他特别喜欢，只是乾隆特别喜欢，然后就放在轿子里去了。对，而那种是实用器嘛，那这种其实还是属于装饰用器。对，它同样实用也分等次嘛。你比如说实用，你说吃饭的盘子碗和插花的瓶子，那你觉得越闲的事情就越高级嘛？对，越闲的事情对吧？那你说那实用还有便器呢？还有便利器呢，对吧？那就更低级嘛。其实就是咱们聊到碧瓶啊，其实我从我自己的个人观念啊，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乾隆会这么喜欢碧瓶。他是这样的，他在坐轿子的时候还要插花，就是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这种情绪，然后渲染到他生活的各个。他很简单，有一年他坐着轿子出去，哎，这花不错。摘了一个坐轿子，发现没地根儿，就是给我弄个瓶子挂上，然后就开始，而且就是我们看，包括清宫档案也好，然后两岸故宫的一些，尤其是台北故宫，它的现在的现存的一些藏品来说，其实碧瓶很多。碧瓶后来为什么多呢？它是因为皇帝喜欢以后呢，从那个唐英还是挺会讨乾隆喜欢的，挺会来事儿啊，就挺会特会来事儿，就经常给他进贡这玩意儿。经常进贡，他就是他特别会讲，他比如这个东西我设计的不是特别好，我就自己掏钱先做给您看看。真太会来事儿了。所以等到后来就是慢慢的到乾隆以后，进贡就形成常态了嘛。进贡里面就每年有一个节令是肯定有碧瓶的，肯定有碧瓶的，所以它就一直多，就是变着花样的对去进献碧瓶，各种另外一点呢，就是说碧瓶这个东西呢。它主要是给皇帝个人用的，所以赏赐啊什么在外面不多，所以在博物馆，尤其像两岸故宫，你会觉得特别集中，对，特别集中，包括承德避暑山庄都大量的碧瓶，就是因为他也不轻易的都送给人家，这就是完全是自己喜欢自己用的，所以说大量集中在还是在皇家的这几个对两岸故宫啊，对，其实在我们现在看到市场上的碧瓶，也是因为稀少，所以它才贵。对，因为它都是成双成对烧的，而且它是乾隆诗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对，玉题诗的更贵。对，玉题诗的更贵啊。好，那咱们